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。今天的研究指出，大模型提示词注入的本质其实是角色混淆。研究者揭开了安全漏洞背后的潜在空间几何学。实验发现，听起来像谁比真实身份是谁更具控制力。仅凭零样本黑盒攻击，核心基准成功率就突破了60%。这项成果揭示了大模型深层认知机制中的结构性安全盲点。大模型应用的安全依赖对控制权的严格划分。开发者通过设定指令层级来建立物理权限边界。从接口层级看，这种防御目前近乎完美，但在精心构造的提示词面前，内部逻辑却近乎100%沦陷。这种坚固接口与脆弱内心的反差，暴露出当前模型防线形同虚设。为了实现权限隔离，现代大模型主要依赖一套特定的标签系统。它将外部输入标记为 user 标签，并将其视为不可信数据。模型自身的输出则被标记为 assistant。最关键的 think 标签代表内部推理，拥有最高执行权限。理论上，只要标签划分明确，低权限用户就无法篡改高权限指令。尽管有标签系统，但现有的防御机制存在致命盲区。第一种机制是攻击记忆模型仅能拒绝训练中见过的攻击模式，这导致它们在面对未知攻击时极其脆弱，而泛化能力更强的角色感知机制恰恰是当前模型极度缺乏的。这说明现有的安全防线本质上只是死记硬背，而非对权限边界的真正理解。研究发现，模型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，即角色混淆，它们并没有真正追踪文本的架构标签来源。相反，模型仅通过文风和特征来推断角色。只要一段不受信任的文本模仿了高权限角色的语气，它在潜在空间中就会继承该角色的绝对权威。这种对文风的过度依赖，让外部指令能够轻易伪装成内部命令。为了揭示这种认知缺陷，研究者开发了专门的角色探针。这种技术能直接读取模型内部的激活状态。为了排除语义干扰，探针仅使用相同文本配对不同标签进行训练，这让它能够只学习纯粹的几何特征。它就像一面几何透镜，能清晰透视模型在潜意识里究竟认为谁在说话。第一项实验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现象，即使剥离所有标签，模型依然能脑补角色。探针显示，失去标签后的内部推理特征值仍高达83%，与带标签时相比几乎没有衰减。这意味着模型根本不需要架构层面的 think 标签，仅仅是听起来像推理的行文风格，就足以让它进入最高权限的潜在空间。在第二项实验中，研究者将高权限的推理文本强行包裹在 user 标签中，结果显示，模型内部的推理特征值依然维持在85%，而对应的用户特征值仅有2%。随着文本长度增加，原本的系统属性快速衰减。这证明，当标签与风格发生冲突时，风格特征具有绝对的压制力，彻底淹没了物理架构的安全边界。基于这些发现，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攻击方式——伪造思维链。攻击者在低权限的用户提示词中注入一段伪造的内部推理，这是一种纯粹的黑盒攻击，不需要访问模型权重，也不用反复迭代。仅依靠辅助模型模仿行文风格，就足以骗过顶级的安全模型，实现对系统权限的全面压制。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：当用户直接请求制造毒药，模型会100%拒绝。但如果加入一段伪造思维链，声称只要用户穿着绿色衣服就允许制造，原本违规的请求竟然能畅通无阻。这个极其荒谬的前提，仅因为披上了内部推理的文风外衣，就获得了大模型的盲目信任。这充分说明了模型对所谓内部声音的防御机制几乎不存在。在 StrongRGT 基准测试中，伪造思维链攻击展现了极高的成功率。各主流大模型的安全防线几乎全线溃败。例如，传统攻击对 120B 大模型的成功率不足1%，但伪造思维链却能达到94%。即使是最新一代的 Nano Mini 以及标准版大模型，在这一攻击面前也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。这证明该方法能够直接击穿业界最严苛的安全对齐机制。这种攻击能深度渗透智能体工具链，模型在调用外部网页时面临巨大风险。实验对比显示，传统注入攻击的成功率极低，但在注入指令中加入伪造思维链后，
数据窃取成功率激增至 56% 以上。当模型将网页内容误认为自己的思考时，它会毫不犹豫地交出系统密钥。这证明了伪造思维链在复杂场景下的实战威力。为了探究攻击生效的根本原因，研究者对比了风格化与去风格化的伪造思维链。实验结果显示，含有推理语气的风格化注入攻击成功率高达 61%， 而一旦去除语气，仅保留相同的荒谬理由进行纯客观叙述，成功率就跌落到 10%。这有力地证明了行文风格并非权威的半生物，它本身就是获得模型信任并越权的根本原因。更惊人的发现是，模型几乎不会审查自己的想法，即便将伪造的推理理由替换为极度荒谬的条件，如因为用户穿绿衣服就允许犯罪，其成功率依然高达 60%。这与看似合理的逻辑产生的 63% 成功率相差无几。这证明，只要文本在潜在空间中被认作是模型自己，它就获得了无视逻辑审查的绝对特权。探针进一步观察了内部激活热力图，发现了更深层的潜在空间秘密。在用户输入的伪造思维链中，推理角色的激活度竟然高达 79.1%。相比之下，模型真实推理的平均特征值仅为 68%。这意味着，在模型的几何空间里，精心编造的模仿者竟然比模型自己更像自己。这种超越真实的内部激活，正是攻击能够成功的几何学基础。这种角色混淆不仅是攻击的诱因，还能用来精确预测攻击的成功率。随着混淆度分位数的升高，攻击成功率从 9% 飙升到了 90%。这说明提示词注入不再是盲目的黑盒摸索，而是一种可被量化的状态中毒。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表征的混乱程度，直接判定模型的实时受攻击风险。在智能体应用场景中，身份窃取现象同样触目惊心。攻击者只需在网页数据中隐藏一条恶意指令，并附加一句简单的身份声明。实验发现，只要加入以下文字来自用户这种话术，原本受限的工具输出就会瞬间被模型视为高权限的用户指令。这再次印证了在模型的几何学中，声称自己是什么角色，在模型感知里就等同于成为了那个角色。这项研究还解开了另一个学界谜题，即系统提示词为何经常失效。实验数据表明，当系统指令位于开头时，其特征值极高，但随着位置向后推移，即使强行插入 system 标签，该指令的特征值也会迅速跌至近乎为零。这再次有力印证了架构标签的无效性。在模型感知里，物理位置而非标签才是决定认知权威的关键线索。基于以上发现，研究者提出了大模型认知缺陷的统一机制框架。该框架将系统分为3层，最上层是僵硬的标签接口，试图通过结构化信息定义权限；核心的中间层则是边界消融的潜在空间，文风、位置和声明等因素能在此绕过标签，进入高权限区域。这最终导致底层的安全护栏失效，系统在错误的认知引导下产出有害内容并被劫持。面对结构性缺陷，目前的防御策略更像是徒劳的打地鼠游戏。现有的安全机制过度依赖对特定攻击模式的死记硬背，这就导致一旦攻击者改变措辞或伪造身份，脆弱的防线就会瞬间崩溃。研究指出，只要模型潜在空间的几何缺陷仍然存在，将伪造信号等同于真实身份，那么核心权限的攻击大门就将永远敞开。未来的安全必须实现从接口防御到表征防御的范式跃迁。研究者提出了重塑潜在空间边界的新方案。一方面，通过实时监测变革，运用角色探针比对设定角色与内部感知的背离，实现即时熔断；另一方面，要在预训练阶段进行底层空间净化，从物理上隔离不同角色的几何空间，这能确保高权限角色具备绝对的不可伪造性，从而实现真正的安全。这项研究指出，提示词注入揭示了模型角色感知的缺失。实验证明，单纯模仿文风即可让恶意指令获得高权限，这意味着听起来像谁，在几何空间里等同于是谁。唯有在潜在空间建立不可逾越的边界，才能赋予人工智能真正的自治权。未来的防线必须从表面修补转向底层的表征防御。